大家好，我是杰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超级开心的，我即将要访问3月18号在台湾高雄举办的宝可梦区域大赛的冠军简志轩。我认识他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们是国中同学，然后又一起考上师大附中，参加同个社团。当时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打 CS 星海争霸的战友。然后我知道，他一直很喜欢玩 Pokemon， 但我不知道他这么厉害。然后我后来呢，出国念书，工作就留在美国了，但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回台湾的时候也常常会，找他一起吃饭啊，打打牌什么的。然后今天我已经跟他约好了，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来跟他聊一聊，他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拿下这个冠军。而且在他拿到这次冠军以后，他的总积分已经跃居为台湾的第1名，真的是有点太屌了。我们马上就来跟他连线吧。Hello， 简轩，好久不见啊！现在是台湾1点对吧？差不多。对，有时差还挺麻烦的，感谢你拨空来参加我们节目啊。然后还是首先恭喜你拿到那个台湾宝可梦最新的那个高雄站的冠军，太厉害了，恭喜恭喜！我不知道你这么厉害，你先跟观众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嗨，大家好，我是简志轩啊，我在台湾台北，那这一次是台湾宝可梦奇幻式卡牌游戏高雄地区联盟赛的冠军。那我是隶属于这个百变怪战队大家好。拿到这一次冠军后，你现在积分是全台湾第1名对吧？目前因为官方的网站上还没有更新的这么快，不过就我们目前自己收集到的资讯来看的话，应该是暂时是目前台湾的积分第1这样子。真的是很屌啊！我记得你是从高中，我们那时候念师大附中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在玩宝可梦的游戏对吧？那时候跟现在是一样的卡牌游戏吗？其实我们高中的时候，1999年那个时候是不小心透露年纪。OK， 那时候是宝可梦卡牌它第一次的发行，那时候发行就包含了英文、日文跟繁体中文，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宝可梦卡牌。那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玩票性质吧，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比赛啊，也没有所谓的这些所谓的道馆啊、店家的活动，毕竟那时候桌游的这种风气还没有这么的盛行。对，当时其实不太流行桌游。对，那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在玩那个Game Boy 啊这种机上型的游戏机或者是家用型的游戏机为主。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学校课余下课啊，或者是放学的时候，大家会有几个好朋友一起拿出来玩。但是你们是有按照那个桌游的规则在玩这个游戏是吧？有，那时候其实有它一个初步的规则，当然跟现在的规则其实已经是差很多了。OK， 所以其实是一直有在进展。你们那时候玩的是英文版的吗？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3种都有买，混在一起用，瞎玩。卡片功能是一样的。OK， 卡片功能是一样的，但只是说它的语言发行的不同而已，这样子。那你高中之后你们还有再继续玩吗？上大学以后？高中之后其实就已经中断掉了，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说，它中文版的卡牌在台湾，它大概就是第1代发行完之后，就没有再发行第2个系列了，因为可能销售的不好，或者市场的回馈不佳，所以其实中文版就没有了。那就剩下日文跟英文。那日文跟英文就是在销售不理想的情况，其实台湾的这些相关的玩具厂商，那时候应该都是玩具厂商在代理，对他们就是后续在引进的这种意愿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当这个环境并没有营造出来这样子，所以后面其实高中结束之后就没有继续再玩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又开始又玩这个游戏啊？大概是3年前，2019的时候吧。那时候在国际版的这个日月的这个系列，那主要是我以前高中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高中的好朋友，他有持续在关注宝可梦卡牌的一些活动。那你怎么认识这个战队？这个战队其实是我们开始玩中文版之后，然后其实加入这个宝可梦活动的玩家越来越多。OK， 其实现在台湾来讲，活跃的玩家应该至少有大概我自己估计可能应该有3000个左右。OK， 那就几乎差不多是这次高雄站比赛的人数了。高雄站比赛大概是1800个，1800个，对。那其实目前台湾这几年来办的比赛，最多的人数大概是有接近到2200个左右，最多的一个场次的话，对，所以原则上我说活跃玩家就是说，会比较积极参加比赛的，当然包含的一些所谓的偶尔带可能一些小朋友啊，或者偶尔比较休闲性质的玩家，可能这样加进去的话，可能人数会更多。
那现在这些选手的年龄分布有说像，比如说电竞游戏都是比较偏小于25岁啊，篮球职篮选手都是35岁以下，还是说这个其实是比较没有年龄差异，还是说年纪越大越有经验反而更有优势？我们讲单纯的玩家分布来讲，就是我目前观察到的啦，大概是在20岁上下，应该是那很年轻20到20岁对，大概是这个认知，就是我觉得是最多人参与的。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他经济也比较自主啦，就是说包含你要收集一些卡片啊，或者怎么样消费的这些能力也比较完备。那二方面是说他比较在接触过很多活动之后，可能他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会比较就是专注在这个上面。那其实小朋友也很多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算是 PR99 了。还是少数就对了，因为其实这个游戏还是蛮花钱的吧？因为你们标准赛卡牌，我了解就2000多张，然后你只挑60张，也就代表说你可能要一直去想办法买到你想要的牌，好的牌也不是这么的便宜吧？其实我们目前台湾来讲，宝可梦它自己在这个门槛的设定上面，其实我觉得做得非常不错。它的卡牌相同的功能有分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等级嘛，它一样功能的卡片，一样比赛可以使用。可能是我们有讲那个全图等级的，就是它会相对的比较贵，卡面会比较漂亮。因为其实集化式卡牌它不只是游戏，它还有收藏的这个方向。所以其实有些人是不玩比赛的，他单纯收集卡片，所以那些卡图比较漂亮的卡片，相对的就会价格比较高，就像球员卡一样啊。然后有人会拿去做鉴定啊等等的，对，不一定是单纯拿来做比赛用。那所以其实我目前观察到的一副可以到比赛的这种程度的卡组60张卡片来讲的话，我自己预估应该是大概在台币2000到3000块就可以组出一副蛮完整的。那其实蛮便宜的，比我想象中便宜很多。对，因为当然你如果去买卡盒、卡包来打开，就是开卡包有开卡包的乐趣，就是开心嘛，就像说奖刮刮乐这样子，开到好的卡你会很开心。但是你如果单纯只是要组一副牌去比赛的话，那你可以去很多相关的店家去买，去挑选你要的卡就好，你不用去开卡包去赌那个随机性这样子，有道理，相对的成本就会比较便宜这样子。OK， 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看你比赛的那个最后决赛那个，就是大家都戴着口罩，都没有看不到表情，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听主持人讲法，就是其实一早就大势已定了。那你那时候，我相信你们那个程度，应该大家都心里都有底了。你是那时候感觉很爽吗？因为我是看不出你有没有在偷笑。其实心里是真的很爽。当然，对对手来讲有点不公平，因为毕竟他并没有就是得到可以有竞争力的这个赛牌去，你看他也打了一整天，可是在最后关亚赛的时候运气不好。对，运气不好。我们一般比赛来讲，我们就称为这种叫做事故手牌。那事故手牌就是说，你可能很难去发挥你牌组原本需要做到的事情。对，那就相对的，其实我们知道卡牌游戏本来就有蛮多的运气成分在。当然，我们在构筑这个牌组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的想办法把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样子才能变成是一个在赛场上有办法很稳定获胜的一个牌组，这样子。对。那个这一次比赛比完以后啊，你接下来就是还有什么比赛？那接下来就是5月份的台湾冠军赛。那台湾冠军赛当然它就是在地区联盟赛，你有取得7胜以上的这个成绩的时候，那就是可以取得台湾冠军赛的资格。OK，所以5月份就是会有一个最后的台湾的大赛这样子。那这样很类似像高尔夫球的名人邀请赛。那这样子总共有多少选手会参加？因为以去年我们当然不晓得他今年的这个赛制会是怎么样。那以去年的台湾冠军赛来讲，他除了这些有资格就是 qualify 的选手之外，他还有开放的一部分是属于报名参加抽选的，报名参加抽选的。对，所以其实以去年的人数来讲，应该也是超过2000个，没有问题。哇，那也是非常，等于算是台湾最大的一场了吧？哦，对，我还没有讲，你们之后就要去日本参加世界比赛，对吧？对，今年的世界赛是在日本的横滨举办。OK， 那去年是在英国的伦敦，所以其实每年的世界赛它都会就跟那个其他的比赛一样，它每年都会挑不一样的城市去举办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总共有多少人会参加世界赛吗？对，世界赛我去年听我的队友有去参加的说，其实世界赛人数就因为资格相对的难取得，对，其实没有我们在想象中这么多人哈。目前到去年参加应该大概是有600多个，600多个，其实也不少哎。对，其实不少，但可是当然相对的，它
资格取得的难度比较高嘛。像台湾，你打完一整年的年度，去年只有16个名额而已。16个名额，那当然加上有一些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去。对，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毕竟这个比赛你取得这个之后，官方没有给你任何的赞助，所以大家其实都是要自己自掏腰包去参加比赛，都是自费参加。然后可是当然你在这个会场，官方其实也很贴心，他会给很多选手相关的一些周边啊，包含卡片。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就是1年一次，而且今年跟明年是不会有一样的，所以就等于说，你2022伦敦的系列就是这么一次而已，不会有第二次。所以其实平常很多东西都是，你量越少，它的稀有度、它的价值就越高，这样子。就像你现在背后看到的那个Champion是今年刚拿到冠军的奖牌是吧？对，这个是我们今年在高雄这个冠军赛的这个冠军的卡片，这样。所以这张应该也是价值连城的。我大概是没有去有很多人询问有没有想要去买掉这张卡片嘛？对，可是我没有去问到价钱，不过我们以往就是台湾去年啊，甚至于之前，我有队友也拿过冠军，对，所以他们有曾经把这个卡片卖掉。我印象中大概都20几万台币这样。哇，一台二手车，很不错了。包含大概上个礼拜广州站，中国也办了第一场简体中文的这个宝可梦的第一场吗 ？OK。对，中国的第一场就类似我们高雄站这样子的规模的比赛哈。他们冠军的卡片在中国那边价格更高，好像听说到20几个是人民币的样子。哇，那就再多个4-5倍。对，反正就是，如果中国市场有起来的话，应该以价值会越来越高，他们人比较多嘛。对，其实玩家多的话，玩家的基数大啦，对，他们的环境有营造起来的话，我相信这些卡片也都是非常有收藏价。毕竟冠军也就那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少人。没错，就是量是非常少的。好，那个就预祝你成为台湾之光啊！比赛加油。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小孩的爸妈了，那个就是小孩子现在在美国啊，我们的所有的小孩基本上大家都在玩宝可梦，但其实他们也不太懂规则，但就瞎玩。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我们要怎么跟小孩互动，然后玩这些卡片？其实第一个，如果小朋友一开始接触，当然太复杂的规则来讲，对他来说要看年龄层啊。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你就让他去接触，去看这些卡片，然后去告诉他说，这可以做什么，就是也不用太专注在规则上面。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大概到其实国小3年级左右的年纪，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接触，说让他知道怎么去竞赛。那竞赛的部分当然就是有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嘛。好的一面就是说他会有成就感，赢的时候会开心，可输的时候也是会有挫折感。所以其实很需要爸爸妈妈去陪同，说给他鼓励啊，然后给他支持，并且就是让他知道说他有在进步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到说我们宝可梦它的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个叫做道馆的体系。其实道馆，其实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宝可梦游戏都有道馆的哈。宝可梦 Go 也有啊，对，对。那其实宝可梦卡牌也是有一些店家会申请成为道馆，那这些店家他就会有卖相关的产品跟举办比赛。这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如果当小朋友一定的基础程度之后，就可以陪同他一起去这些店家，然后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可以一起去进行这个游戏这样子。好，了解。然后最后，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人知道我要访问台湾冠军，然后他们的小孩都超兴奋的，所以就有一些小朋友想要问你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到底想问什么。好，第一个，这个他的问题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太调皮了，他问你说，你知道所有 Pokemon 的名字，所有的，我大概可以念出200个吧，相当的多。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个。说为什么皮卡丘是黄色的呢 ？OK， 这个其实就跟宝可梦它的这个背景有关系。还有宝可梦游戏里面有分非常多的属性。对，我们最常见的有水系啊，就是杰尼龟嘛，火系小火龙，然后草系就是妙蛙种子，这样我们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那电系的代表大概就是皮卡丘。对，那电就代表就是闪电的颜色嘛，所以它就是用黄色来当做电系的解决。宝可梦不止皮卡丘，很多的电系宝可梦都是黄色的。OK， 对。果然是冠军这种问题都可以这么严肃的回答。好，我们再听下一题。
请问你最可爱的宝可梦是哪一只呀？你最可爱的宝可梦是哪一只啊？这个小朋友声音比较清楚。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很多宝可梦都非常受人喜欢，包含卡比兽啊、伊布啊，这些都是很多人喜欢而且耳熟能详的宝可梦。那我自己讲过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从1999年，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宝可梦卡牌的时候，那时候最强的牌一定大概就是喷火龙，因为看起来最帅气，然后攻击力最高。那喷火龙呢，是属于火系家族飞行系的宝可梦。那它在卡牌的游戏设计里面呢，是有弱点的。我们也知道宝可梦都是有弱点对抗的嘛。那它的弱点呢，就是水。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有点反主流，就想说大家都很喜欢喷火龙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很容易的击败喷火龙呢？那我就要玩水系的宝可梦 ，OK， 可以很容易的击败它。那时候其实最强大的宝可梦应该就是水箭龟或者是暴鲤龙。暴鲤龙，对。那我后来觉得暴鲤龙就是它的故事也很特别，它从鲤鱼王进化成暴鲤龙，然后从一个很弱小的宝可梦变成一个很强大、威力很强的宝可梦。对，所以那时候我最喜欢、最有印象的宝可梦就是暴鲤龙。了解。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个。The strongest Pokemon in the world。世界最强的 Pokemon 是谁？最强的宝可梦啊，这个有点难回答。不过因为其实每一个世代呢，它会一直出新的宝可梦。到目前去年出的出自己是第9个世代了。对，所以其实宝可梦它有很多的比赛嘛，包含卡牌游戏的比赛啊，包含 BGC 有所谓的电玩游戏的比赛，就是说它可以宝可梦对战的啊，就是游戏里面的对战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很难定义一个最强的宝可梦。不过呢，就是我们都有刚刚上一个小朋友问到的，我们都会有一个自己最喜欢、觉得他最棒、最厉害的宝可梦，就是暴鲤龙。没错，就是他。好，再来听下一位。叔叔最强的 Pokemon 是哪一只？哎，大家都问一样的问题。好，我们再听下一个。叔叔，你最喜欢的 Pokemon 是哪一只？哦，也都是一样的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就是冠军到底最喜欢谁？对。对。你有几张 Pokemon 卡？哦，这个问题不一样。你有几张 Pokemon 卡 ？OK， 其实我从其实我说来其实蛮难得的。其实我从像这个是我们中文版第一弹的卡片哦，9尾。这边对，你们这边还看到一个就是一双哦 ，OK， 这是 First Edition 的这个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的卡片。哇塞！其实你看，像我刚好运气很好。虽然有经过几次颁奖，我都有尽可能的把卡片留下。但是那张卡片是中文版吗？他写9尾。对，这个是中文版的。但你说那个年代没有中文，不是吗？对，就是他同时发售了日文、英文跟繁体中文。哦 ，OK。发售了第一个系列之后，就没有再做第二个系列了。OK。他其实到2006年还有在做一个系列，不过那个就比较少人讨论，因为那也是有点昙花一现这样子。了解。对，没有错。像这种卡片要有价值，是不是一定要像你这样有做鉴定才有？其实卡片的价值来讲，你鉴定过后，它有蛮大的增值空间哦。那可是当然非鉴定卡，当然它的卡框维持的好理想的话，其实在拍卖市场上也是蛮多人会去收集这些卡片，自己拿去做鉴定。Okay.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要看卡片收藏的情况。那为什么要做鉴定？其实第一个当然除了它有专业机构的评分之外，对，第二个是说它可以比较有效的保护卡片。对，对，就是其实我还是当初去送鉴定的目的，我也不是要为了把它就是卖掉，对，我是希望可以把它更好的保存起来。对，所以回到刚刚小朋友的问题，从以前到现在的话 ，total 超过1万张是一定有的。1万张，不愧是冠军，1万张也太夸张了吧？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因为其实它每一个每一个年度大概都会发行8到10个系列的卡牌。OK， 那一盒的补充包可能就有100多张，所以你一年很容易就有2、3千张卡片。如果你没有把它就是丢掉的话，对，那有些人会留下有用的卡片，就是比较强力的卡片。那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希望把我得到的这些卡片都把它收藏好，然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是以后呢，就是包含我自己的小朋友啊，或是以后自己想要拿出来看的时候，都会知道说这些故事这样子。了解，好，那这次的那个就到这边了。那个感谢你来参加我的频道，然后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那下一次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冠军的话，我们再来call in连线。那也预祝你那个日本的比赛可以顺利得冠，成为新的台湾之光。
好，希望我们下一次是9月的时候，就是8月11到13号是世界赛。好，对，我们就约下一次。我先预约下一个冠军。对啊，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那个博士，那个杰米博士的频道。谢谢，好，拜拜。等一下，那个老婆，你耳机自动连上了，我现在又没声音了。刚稍微断掉一下，没关系，马上就可以剪掉。好 ，OK。